便下班的辉宝又起小土功，只见小土斗腿辉宝勾住爷爷的腿，无奈的爷爷试图用跺脚摆脱光俊的锁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将爷爷的腿抽筋了。昨天姐妹俩下班时，辉宝看到圣熙姨母来了，看到圣熙姨母过来，辉宝兴奋地躺在姨母旁边，拉着姨母的手想跟姨母贴贴。圣熙姨母看到后也是满眼笑容，不停地抚摸着辉宝。这时听到动静的瑞宝突然探出头来，姨母被突然出现的瑞宝给可爱住了，呼唤着瑞宝到自己身边，也给瑞宝体验一下自己的按摩手法。此时的这一幕正被拿着手机的江爷爷记录着。辉宝看到江爷爷过来，便想要跑到江爷爷身边，然而爷爷见辉宝过来，便向后退了一步。看到爷爷动作的辉宝逐渐变得生气，暴脾气的辉宝扭头就把身后的瑞宝给推下平台。被推到平台下的瑞宝想寻求江爷爷的安慰，却看到爷爷走向另一边，伤心的瑞宝趴在地上不停地抽泣。瑞宝转头走向喜欢自己的姨姨们，瑞宝是懂如何安慰自己的。江爷爷见状赶紧跑过来护住自己种的芋头苗，现在的芋头苗已经没几颗了。不过瑞宝心本不在此，而是在一旁的南天宝上。只见瑞宝将南天宝拽倒的那一刻，江爷爷的面部一下就变得红。瑞宝看到外面的姨姨们正在拍自己，假装擦了擦自己的眼泪，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。在姨姨面前卖弄了一番可爱的瑞宝，一会儿又走向了小木床。正在跟姨母玩耍的辉宝看到姐姐瑞宝想要爬上平台，直接转头跑来，又把瑞宝打倒在地。被打倒的瑞宝欲哭无泪，看到江爷爷正在上面，瑞宝便想要跑到江爷爷身边告状。辉宝一眼看穿了姐姐的下一步动作，只见辉宝快步跑到江爷爷身边，还没等靠近爷爷，爷爷就被两小只给挤下了平台。辉宝转头又走向了圣熙姨母，只见辉宝跟姨母在滑梯上玩起了捉迷藏。玩得正开心的辉宝，没想到姨母竟然从滑梯上把自己给拽了下去，气急败坏，转身往小树跑去。姨母见状，赶忙跑过去阻止。看到姨母过来，辉宝直接扑向姨母，结果自己从树上滚了下来，随后起身再次跑向小树。没想到姨母紧跟其后，辉宝这顿操作给圣熙姨母溜得团团转。在一旁看不下去的江爷爷把手机交给姨母后，便亲自来抱辉宝。知道爷爷要抱自己回家的辉宝开始来回乱跑，以此来躲避被江爷爷带回家。不料江爷爷直接从后面把自己拦腰抱起，没有办法的辉宝只好使用自己的左腿术。只见辉宝用自己的小短腿勾住爷爷，无奈的爷爷试图用跺脚摆脱光棍的锁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将爷爷的腿抽筋了呢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们的辉宝还是没能逃脱被带回家的命运。独立后的福宝上班也要爷爷哄着才能出来，早上室外的出口处又不见福宝的身影。江爷爷走到门前看了看是怎么个事儿，江爷爷一来，福宝往前走了2步。江爷爷见福宝动了，便回了监控室，但结果等了半天还是没有动静。江爷爷通过铁网再次呼叫福宝，江爷爷一阵哄劝，福宝再次动了起来。这次福宝完全出来门后，江爷爷才离开。没想到福宝只是体格子变大了，不想上班的思想是一点儿也没有变化。再看乐宝，全年无休，每天按时营业，每天不断的为游客表演自己掌握的新技能，从来没有过不想上班的想法。而且乐宝室内园区里的花花草草也很是茂密，单看上去就很舒服。乐宝先是在室内园区的树上表演了一个花式蹭屁股，紧接着又借助小滑梯来了个倒立。玩开心的乐宝借助滑梯从木床上来到地面，简直比德芙还要丝滑。看到园区的游客里有小朋友在，乐宝懂礼貌的和小朋友打起了招呼。打完招呼，乐宝自己也很开心，在草地上接连打滚。乐宝的敬业精神是值得福宝学习的。而福宝这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福宝就已经将爷爷准备的竹子全部吃完，摘下的竹子壳盖在身上，像是盖了床被子，真不愧是福猪猪呀。而且福宝喜欢将很多叶子叠在一起吃，或许是因为这样吃起来有嚼劲，口感比较好。宋爷爷能对福宝宠溺到什么程度？知道福宝喜欢吃胡萝卜，宋爷爷今天特意为福宝准备了一个完整且又巨大的胡萝卜，但并不是让福宝一次性全吃完，因为大熊猫每天从胡萝卜里所获取的营养只需要70克就够了。而宋爷爷之所以准备这一整根胡萝卜，是因为觉得胡萝卜这样啃起来更好吃。这时的福宝已经垂涎欲滴了，心想爷爷隔着比划啥呢，不赶紧给我。宋爷爷将胡萝卜递过去后，再次提醒福宝只能吃70克，吃完记得还给爷爷。而福宝真的在吃够70克后，乖乖让宋爷爷拿了过去。宋爷爷夸福宝是个懂礼貌、守信用的大熊猫。之后，福宝又爬到树上玩宋爷爷制作的玩具，但是这个玩具是为爱宝制作的。福宝这时明显还抬不动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。玩了2下后，趴到树上开始有了困意。
宋爷爷表示，因为这时候的福宝正在长身体，所以喜欢睡觉。一会儿下班回到家后，显然刚才胡萝卜没有吃够，福宝又坐在妈妈旁边，学着妈妈的样子吃起了竹子。而在爷爷给爱宝量体温的时候，福宝偷偷爬了过来，在爱宝身下吃起了奶。爱宝只能一边喂奶一边吃水果。爱宝表示自己已经被福宝折腾得够够的了。今天在室外的福宝又因为想提前下班，爷爷不开门而发起了脾气。首先遭殃的肯定是无辜的竹子，再是福宝自己。众所周知，福宝发起脾气来，连自己也不放过。福宝上演了一个自己摔自己，之后又便开始往树上爬。而福宝这个爬树的动作和其他熊猫不一样的原因，是因为这是江爷爷教他的。前腿撑后腿蹬，3两下福宝就爬到了树梢上。看福宝气得气喘吁吁的样子，真担心他下一秒踩空从树上掉下来。好在福宝今天还留有分寸，折腾了这么久，福宝也折腾饿了，便又来到小木床上吃竹子补充体力。但是由于刚才福宝对竹子的糟蹋，留给福宝的竹子已经不多了，只剩下了4根。就这福宝也得挑着自己喜欢的吃，不好看的丢掉，闻起来不香的也丢掉，最后只剩下了2根。结果其中1根吃到一半又不想吃了，又拿起另1根，福宝只用1口就将上面的竹叶全吃光了。这次福宝没得挑了，只能来到小木床下，从刚才被自己糟蹋的竹子里进行挑选。之后又简单吃了2口，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爷爷应该来接自己下班了，便又跑到门口等门开。但结果并没有像福宝所想的一样，福宝一个翻滚，一气之下又爬到了树上，心想这次爷爷不亲自来接我，我就不回去了。福宝越爬越高，直到无法再往上后才停了下来。这灵活度真的看不出来福宝已经突破200斤。福宝就这样在树上苦苦等待，内心开始焦躁，开始改变自己的主意，心想爷爷不用来接我了，给我开个门，我自己会乖乖下去的。大门碰巧在这时打开，福宝便乐颠颠地跑回了家。福宝早上爬到树上，折起了树枝，200斤的体格子一屁股就蹲在了这细小树枝上。之后福宝又站起来，咬住了头顶的枝干，这危险的动作引得围观的群众惊叫连连。福宝表示小场面不要惊慌，看我给大家掰一点园区的树枝当礼物。看着这摇摇晃晃的树枝，所有人都为福宝捏着一把冷汗，只有福宝自己感觉安全的很。福宝玩了一会儿后，感觉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挑战性了，打算再往上爬爬看。福宝先用牙将树枝咬下来，这样自己就能抓住了。福宝站在树枝上看了看上层的风景，感觉没什么区别，而且这个树枝在这多少有点碍事儿。福宝一把将树枝掰了下来，但树枝实在是太粗，以福宝现在的力气有点难。福宝先将旁边小的枝子掰了下来，另做打算。福宝觉得这根树上已经没意思了，于是从树上下来，又爬到了另外一根树上。游客们直呼今天的票钱值了。福宝爬到一半，又想挪到中间那根木头上，小短腿够了2下，硬是没够着。这猫可丢大了，碰巧通往室内的门开了，福宝赶紧3步并2步，飞快地跑去了室内。